嗨，欢迎来到这里。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也正处于一种持续的焦虑状态？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精疲力尽？你可能每天早上醒来，在意识都还没完全清晰之前，那股熟悉的、沉重的焦虑感就已经像乌云一样笼罩了你。心跳开始加快，胃开始紧缩。你开始担心今天的工作，担心明天要交的报告，担心下个月的账单，担心你的健康，担心你的人际关系，甚至你开始担心自己一直在担心。这种感觉日复一日。你试过深呼吸，试过冥想，试过运动，试过去看电影，去吃大餐，试图摆脱它，但它就像一个甩不掉的影子，无时无刻不在那里。你觉得好累，真的精疲力尽。你感觉自己身体里的电力不是被用在生活、创造或爱上，而是全部都消耗在跟这个叫做焦虑的敌人作战上。你痛恨他，你觉得他毁了你的生活，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坏掉了？如果你有任何一点点的共鸣，那么请你一定要把今天的影片看完，因为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我将要和你分享一个可能会彻底翻转你和焦虑关系的啊哈时刻。如果我告诉你，你一直以来都完全搞错了呢？如果我告诉你，焦虑它从来都不是你的敌人，它不是来摧毁你的，它是一个信使，一个拼了命试图保护你的信使。在我们揭晓那个啊哈时刻之前，我们必须先诚实地面对一件事：与焦虑共处真的非常非常累。这种精疲力尽来自于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焦虑本身的生理消耗。当焦虑来袭时，你的身体会进入战斗或逃跑模式。你的杏仁核，这个大脑的古老警报系统，会拉响警报。你的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呼吸急促，肌肉紧绷。你的身体正在动员所有的资源，准备去对抗一只想象中的老虎。问题是，在现代生活中，老虎很少出现。但老板的一封信，伴侣的一个眼神，社交媒体上的一则动态，却能轻易地触发这个系统。于是，你一天24小时可能都处于这种备战状态。你的身体从来没有真正放松过。这就像一台电脑 CPU 永远在100%运转，它不宕机，不耗尽电力才奇怪。这就是你身体上的精疲力尽。而第2个层面，我认为更为关键，那就是心理上的消耗。这种消耗来自于你对焦虑的抗拒，因为你觉得焦虑是坏的，是不该出现的，所以当它一出现，你就立刻启动了第2层的战斗，你开始对抗焦虑本身。你告诉自己，我不该焦虑，快点停下来，我怎么又这样了？真没用。你试图压抑它，忽略它，指责它。这场内在的战争才是让你真正精疲力尽的元凶。你不但要应付那只想象中的老虎，你还要同时应付那个在你耳边大吼不准害怕老虎的自己。你等于是在打一场双面战争，你耗费了双倍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你这么累。你累到只想躺平，什么都不想做。但是，朋友，请听我说，这一切都有可能改变。这场战争是可以停下来的，而停战的关键就藏在那个啊哈时刻里。请你深呼吸一下，想象一下，你家里的烟雾警报器突然在半夜3点大响，声音尖锐又刺耳，它吵醒了你，让你心脏狂跳。请问你会怎么做？你会跳起来，拿着锤子，气急败坏地把那个警报器砸烂，然后骂他：你这个坏东西，吵死我了，你毁了我的睡眠吗？我想你不会。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刻起身，检查家里是不是失火了，是不是有烟。如果真的失火了，你会感谢这个警报器救了你一命。如果没有失火，只是电池没电了，或是煮宵夜的油烟太大了，你会去处理那个源头，换电池或打开抽油烟机。你绝对不会痛恨那个警报器，因为你知道它的意图是好的，它的功能就是保护。现在，请你把焦虑当作你心里的那个烟雾警报器，这就是那个啊哈时刻。焦虑不是问题本身，焦虑是问题的信使。它不是你的敌人，它是你最古老、最忠诚、
虽然也最吵闹的保护机制。我们的大脑在几万年的演化中被设计来做一件事，让我们活下去。你那个掌管焦虑的杏仁核，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你察觉到危险之前，先拉响警报。在远古时代，这个危险可能是灌木丛里的猛兽，可能是食物的短缺。在现代，这个危险变了，它变成了被讨厌的危险。因为在远古，被部落排挤就等于死亡。失败的危险，因为失败可能意味着失去资源。失控的危险，因为不确定性意味着潜在的威胁。受伤的危险，情感上或身体上的。你的焦虑，它其实是在拼命地对你大喊：嘿，注意，你可能要搞砸那个简报了，这对你的地位很重要。嘿，小心，你上次在派对上说错话，大家好像不喜欢你，这次不要去了。嘿，停下，你的身体好像有点不对劲，快去检查。你不能生病。他很吵，他很烦，他让你精疲力尽，但他的意图从来都不是要伤害你，他的意图是保护你免于受到他所感知到的危险。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一切都改变了。我们不再需要去对抗焦虑，我们不再需要消灭焦虑，我们需要做的是解读焦虑。我们要做的是像对待那个警报器一样，去听它，去检查它在警告什么。当你停止与它为敌，你猜怎么着？你那耗费在内在战争上的巨大能量，瞬间就被释放了。你不再精疲力尽，你把焦虑从一个烦人的敌人，变成了一个有点啰嗦但极其有价值的盟友，一个专属于你的私人顾问。说了这么多，我们要如何开始解读这个信使的讯息呢？这就是我今天要提供给你的那个具体可操作的工具，我称它为焦虑日志。这不是一个复杂的工具，你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或你手机里的备忘录。当你下一次感觉到那股熟悉的焦虑感涌上来时，无论它多么微弱或多么强烈，请你不要立刻抗拒它，请你试着和它坐在一起，然后写下这3个问题的答案。问题一：焦虑在什么时候出现？这个问题是在帮你找出警报器是在哪里响起的。请你尽可能的具体，不要只写我上班时很焦虑，要写得更细。当我收到老板寄来主旨只有寥寥2个字的 email 时，在每周一的早上准备要开例行会议之前，当我看到同事们聚在一起聊天，而我刚好走过去时，在星期天晚上一想到明天要上班时，这个步骤是在帮你从我无时无刻都焦虑的迷雾中找到那个具体的火源。问题2：他在保护我什么？这是最核心的问题。这是在问我的警报器，他以为发生了什么危险？这是在挖掘焦虑背后的核心恐惧。请你问自己，如果这个焦虑成真了，最坏的情况是什么？他在拼命阻止什么事情发生？让我们用刚刚的例子来推演。收到老板的 email， 焦虑在保护我，免于被指责、被开除，显得不够好。他在保护我的职业安全和自我价值。周一开会前，焦虑在保护我，免于在会议上被问到，表现得很愚蠢。他在保护我的专业形象。看到同事聊天，焦虑在保护我，免于被排挤，被当成局外人，被讨厌。他在保护我的归属感。问题3：他想提醒我什么？这是把焦虑转化为盟友的关键一步。如果警报器响了，他在保护我免于火灾，那么他在提醒我什么？他在提醒我，快去检查瓦斯炉，或者快去拿灭火器。他在提醒你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或一个需要采取的行动。这就是信使带来的讯息。让我们继续推演。情境一：老板的 email， 他在保护我，免于被指责，显得不够好。他想提醒我，你很在乎这份工作。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提醒。同时，他在提醒我，你是不是需要先回想一下最近的工作进度，有没有什么疏漏？转化，焦虑不再是我要完蛋了，而是变成了 OK， 我很在乎，我应该花10分钟准备一下，
想好3个我最近的贡献，然后再去开会，焦虑变成了准备的动力。情境2，社交场合。他在保护我，免于被排挤、被讨厌。他想提醒我，你其实很渴望与人连结，但你很怕受伤。这是一个需求的提醒。同时，他在提醒我，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安全策略？转化，焦虑不再是我这个人有缺陷，而是变成了 OK， 我渴望连结。也许我不需要跟所有人聊天，我可以先找那个我最熟的同事，跟他打个招呼就好。焦虑变成了规划小步骤的帮手。情境3，半夜没来由的心慌。他在保护我，免于生病、失控、死亡。他想提醒我，你是不是太累了？你是不是咖啡喝太多了？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转化，焦虑不再是我快死了，而是变成了 OK， 我的身体在抗议了。他提醒我，我需要关掉手机，泡个热水澡，今晚好好睡一觉。焦虑变成了身体的监测器。当你开始这样练习，用焦虑日志去解读讯息，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转变。你不再精疲力尽了，因为你停止了那场内在的战争。当焦虑、警报器响起时，你不再是拿起锤子，抗拒、压抑、自我指责，去砸它。你会停下来，温和地对他说：嗨，我听到你了，谢谢你的提醒。你这么大声，一定是很担心我。来，我们一起看看，你到底发现了什么？你开始聆听他，你把他从一个吵闹的敌人，变成了一个坐在你身边，虽然有点紧张兮兮，但忠心耿耿的伙伴。你利用他提供的能量，不是去对抗他自己，而是去解决他指出的问题。这就是转化的真意。你并没有消灭焦虑，你不可能，也不需要消灭焦虑。一个没有警报器的房子才是最危险的。你只是升级了你和他的关系。你从一个被警报器下的动弹不得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懂得如何解读警报并采取行动的房子的主人。你的焦虑不再是你的枷锁，你的焦虑变成了你的指南针。它指引你去看见你内心深处那些没有被满足的需求，那些你尚未划清的界限，那些你真正在乎的价值观。你因为焦虑简报，才发现你原来在乎这份工作。你因为焦虑社交，才发现你原来渴望真诚的连结。你因为焦虑健康，才发现你原来需要好好照顾自己。焦虑，这个曾经让你精疲力尽的敌人，最终会成为你最强大的盟友。它带来的讯息，如果被正确解读，就是你成长和自我疗愈的最强动力。我知道，这需要练习，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你和焦虑的战争，可能已经打了10年、20年。我们不可能在1天之内就签下和平条约，但是你可以从今天开始，从下一次焦虑来袭时开始，不要再对自己说我怎么又焦虑了。请试着对自己说，啊，我的信使来了，他想告诉我什么？拿出你的焦虑日志，写下那3个问题。1. 他在什么时候出现？ 2. 他在保护我什么？ 3. 他想提醒我什么？这就是你开始这趟旅程的第一步。你没有坏掉，你只是在用一种很强烈的方式在保护自己。现在是时候去解读那些讯息，然后拿回你生命的主导权了。感谢你今天收看，我希望这个影片能为你带来那个啊哈的时刻。你并不孤单。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你把它分享给你觉得可能也正处于精疲力尽的朋友。最重要的是，我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你最常出现的焦虑是什么？你猜他可能在试图保护你什么？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练习解读，一起把敌人变回盟友。我是你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